我妈说，从某种角度上，我非常感谢你带着你的孩子去了加拿大，让我的晚年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谢谢，好嘞，先新年快乐啊！哦，对，今天就过年了，对吧？新年快乐！好，今天我们要聊过年的话题，所以让你们穿的喜庆点，要有红色元素。来套上，非常喜庆了，我这符合我这个宅男人设，就是睡袍是吧？这是我们家唯一能找着红色的了。你这个红色元素，你这也不是红色呀。这已经是中年女性最红的家藏衣服了。你也不到中年女性吗？那我是一身上下我是找不到任何红色的元素，唯一的这个就是蝴蝶结是从那个圣诞树上给摘下来的。伴郎你好。那你们来加拿大都已经很久了，那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过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你是来自东北对吧？对。你是来自西安，那你们小时候在你们当地分别大概有什么样的习俗，或者你觉得有特别难忘的记忆啊？我小时候的话，过年最重要就是跟爷爷奶奶还有这个姑姑呀、姑父呀、表哥表姐什么在一起。小时候还是挺热闹的，因为就一大家子人嘛。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包饺子，就一大家子开始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爷爷奶奶是山东人，就他们可能在那个饺子里边，我不可能是山东的习惯吧，会包这个大枣，会包硬币。然后呢，就可能那个钱就是1分2分的那种，就提前好几天就要去银行换新的，然后洗干净，然后准备起来。然后我们这种小孩呢，就也不知道在边上干嘛，反正捣乱呗。然后这个几个就表哥表姐啊什么，就大家一起玩。然后到晚上呢，就看春晚、吃饺子。就我之前听说他们很多南方人说是不看春晚的，但是我们作为北方，尤其是东北呢，春晚还是一个必备项目。然后打麻将啊，这个对打麻将，这基本上就是过年的一个整体的体系。然后等到这个年初1、初2、初3、初4开始吃剩饭。对吧？这倒是，对吧？哎，这个剩饭基本上能吃到初2、初3、初4啊，差不多，对，就差不多这样子。我这边基本过年就是家人聚在一起，大年30那天肯定是在爷爷奶奶家，然后就爸爸那边的亲戚都会聚在一起。初2的时候我们就回娘家，就是在姥姥姥爷家，妈妈那边的亲戚都聚在一起，基本上也都差不多，包饺子啊，吃年夜饭，看春晚，小朋友就是一起出去花自己的红包，花压岁钱，放炮，然后大人就是聚到一起打牌、打麻将，然后聊天，对吧？就是基本上这样的活动。对，好像北方差不多都这样子，南方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家是南北交界处，就是我家是河南最南边嘛，就是淮河是南北分界线，淮河就从我们县流过，所以我们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北方，也算不上南方。那我们那边还算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都那样，我家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我爸比较传统。觉得过年一定家里人要在一起。我印象中的过年就很早就开始了，然后我爸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部打扫一遍，打扫完卫生之后就贴春联。这每年是我的任务，并且我们那有个讲究是贴春联的时候必须所有家人都已经回来了，如果有人没回来不能贴春联，那你就把家人给贴到外面去了。所以就是后来即使是上大学之后，家里人也是等我还有我姐，我姐就工作比较早嘛，那我是最后回来的，等我回来之后家里才开始贴春联，然后这个工作就是我来干。所以就是每年当我去贴春联的时候，哎，感觉到要过年了，年味儿来了。那时候我小时候印象中的过年特别长，就是从小年开始一直到正月15过完，大概2周吧，2周多都是在过年。但是后来你发现等你开始工作之后，哎，这些东西逐渐的在少了，这些东西仪式感，所有东西都在递减，是吧？对，而且过年其实有一个特别我的体验哈，就是商铺都是下班的，因为他们也回家过年了，所以其实街上是很冷清的一个状态。没错。如果这段时间大家又不是家人聚在一起，那我觉得可能会很孤单，体验上更孤单一点。但还好。都是大家一家人聚在一起，这个时候自己热闹热闹也就还算热闹。我觉得跟这边圣诞节其实蛮像的。那国内圣诞节就大家都是张灯结彩的，尤其年轻人都是成群结队出去玩，是吧？然后反而到这边圣诞节就是跟过去咱们那个除夕是一样的，是，安安静静，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就大家都在家里边窝着呢。对。
那你们今年过年打算怎么过啊？是要回国吗？还是在这边过？在这边过了，就在这边过了。你们通常在这边过年的话，你们是有什么样的安排啊？就是吃一顿，也就做这样点好吃的，也就这样了。也看春晚的，我们你们也看春晚？我是不看的。然后，因为我们小朋友比较喜欢画画、写字什么的，我们会安排他们去写那个福字带画画的。那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就是来加拿大第一个新年，你们是怎么过的？第一个新年挺有意思的。第一个新年，当时我老公在欧优上研究生，就是在那个渥太华大学，然后我们住在那个丽思那一个 apartment 里，大部分其实都是留学生，然后就会呼朋唤友的，过年那天来我家包饺子，然后我们就很多人聚在我家，我那房子当时很小，一室一厅，然后就一堆人包了一堆饺子，然后在那煮都煮不及。然后那天非常好的一点是，当时我的那个宝宝只有10个月，他们好多人轮流帮我看着我们家宝宝，然后太幸福了，你就可以玩打麻将。对，然后我就参与了很多平常参与不了的娱乐活动。我当时第1年的时候是那时候我刚过来，然后住在那个房东阿姨家，我就假装作为他们家庭的一员，就加入。其实我当时还有点社恐，也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还是挺好的，因为毕竟没有让我一个人这个过年，然后也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然后吃了饭。那你们有接父母或者是家人过来过年吗？我妈妈有来过的时候，刚好赶上过年，但也不是为了专门过年接过来的。那我也是，我妈妈是今年春节夏天的时候才第一次过来，然后也没赶上过年。咱们不是那个常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吗？回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一家团聚。那像我们是在加拿大，离家肯定是非常远的，有可能很多年都回不去。那你们会不会认为就是说，如果过年不和父母一起过，没有陪他们，是不是感觉在感情上有亏欠，或者就是说不孝顺？你们会有这种愧疚感吗？其实我家还好，对传统的这些东西不是特别在乎，可能爷爷奶奶在的时候还是会的，就大家过年都会聚在爷爷奶奶家，但是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呢，可能大家也就各过各的了，然后家里也不是太讲究。前2年我妹妹当时她在韩国读书，然后我们是我妈我妹，我们3个从3个不同的国家3个不同的时区，然后定好时间，然后打个电话，然后视频一下，还唱个什么歌也算是某种仪式啊。我们家其实也还好，都是独生子女嘛，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其实已经不存在那种大家庭的聚会了。这里边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对吧？毕竟我的工作生活都在这边，我的孩子也在这边上学，也不是说你想回去就能回去的，所以我觉得倒不至于谈到愧疚，但是还感谢这个科技，对吧？不像以前那么遥远。就比如说50年前，你如果出国了，那你可能就是杳无音讯。但是现在嘛，我们就可以视频啊，天天是嘛，不一定是过年那天，平常也可以，然后聊聊天啊，然后过年拜个年啊，然后隔空送一个红包，对吧？对，其实情感方面就除了物理我们的空间是有的，情感方面我们还是比较紧密的，所以也谈不上愧疚啊这些东西。我在来加拿大之前，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我是28个年是跟家人一起过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我个人体验，就是随着我们长大，父母他在变老的时候，他们有很强的情感需求，就他可能不需要你说你给我多少经济上的一个每天给我发红包啊，或者是怎么着的，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有孩子在身边，他会感觉到会更安慰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需求肯定是都有的，但是我爸妈没有释放过这种信号。就是我妈是属于非常理性的一个母亲，她从小就跟我讲说，咱俩最好的关系就是我把你养大，然后咱俩说拜拜，你可以独立的生活的很好，我也可以独立的生活很好，这是咱俩最完美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妈说，从某种角度上，我非常感谢你带着你的孩子去了加拿大，让我的晚年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还蛮西方的，这个关系蛮西方的。所以我觉得我妈妈的这个想法还是比较西化的啊。对，我家这边呢，因为我父亲在我就是大概有多少年了，快将近10年了吧，之前就去世了。然后呢，我现在家里的就是我妈妈和我妹妹，我们3个人。
我妈是一个她可以自己玩的很高兴的这么一个人，看得出来。对，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个。但是我相信对家人的这个就是情感上的需求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父母都会有的。是的，中式家庭就是想着就是父母想着孩子离我越近越好，不要走得那么远。但是我妈在我小的时候给我的规划是非常近的，就是她希望我，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学子校嘛，她希望我在这儿出生，幼儿园在这里读，小学读附小，中学读附中，大学读这个大学，然后就毕业留校当个老师，一辈子就在这个圈子里生活的。然后我在早的时候也是接受这个过程的，但是后来啊，因为一些生活际遇、因缘巧合，就跑到特别远的地方。我觉得我这个地方离当年的那个规划简直是差别太大了。然后，但是我妈也是就是非常顺利的接受了这个变化。最开始我来的时候是想把他们就办移民接过来的，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我妈一直很拒绝，因为她要学英语啊，她要学开车啊，她觉得生活上会面临很多挑战。然后，最终我就接受了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在身体都还很好的状态下，就各自安好。那我们家在山东威海，就是乳山，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乳山银滩？有那种是吧？就是叫鬼城嘛，就是我们家刚好在这个它价格最高的时候，在这买了一套房，为国接盘。对，为国接盘。然后呢，我妈她退休之后就跑到那边去了。她说在那边就认识了一群。就是年纪差不多的，然后兴趣爱好各异的，然后这样的一群老头老太太，然后一起什么打麻将啊，什么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我妈在退休之后还开发，她之前是没有的，她只是在退休之后开发出来的画油画的爱好。哇哦！我见过她妈画的作品，特别棒。对我妈，而且真的，她之前也没有学过，没有专业学过，她是在退休之后才有这么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她的生活就怎么说呢？现在国内年轻人不是流行一句话嘛，就是每天都能看到那些精力特别旺盛的老年人和一个个谁都上进的年轻人，牛马。是的。那你们觉得你们来到这个加拿大之后，过年对于你们来说是更加自由了，还是说更加孤独了？我感觉唯一比较难调和的就是它不放假，对吧？比如说今年好像就是周内嘛，就不是周末，上了一天班已经非常辛苦了，然后我还想到今天要过年啊，我们还是得包饺子，这样就是搞得有点辛苦。除了这一点，我觉得都还好。我想说的是，你们可能是来这边已经你有那个老公和孩子了。你那时候也是单身吗？单身，那是单身。我个人感觉就是我来了之后，我是就举目无亲，一个朋友都没有。就是我当时来过第一个年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有那种切身的感觉，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你跟好朋友在一起，旁边都是熟悉的环境什么的，你感觉不到。但是你真的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陌生的，语言也是陌生的，他们甚至都不过年的。那个时候，当你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朋友出去玩？你真的就感觉到那种孤独袭来了。说到年味儿，我第一个想到的事儿就是鞭炮燃放过后之后那个硫磺的味道。但是后来我们禁止燃放鞭炮之后，我再回家过年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为现在成长的这一代的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感到惋惜。他们就体验不到那种原汁原味的过年的感觉了。鞭炮炸满一地之后，我们当天晚上是不扫的。我爸说那个是钱，你扫了就走了。你要在那放一晚上，年初一的时候好像也要再放一天，然后你在初二的时候你才能去扫它。所以那一地的那个红色的鞭炮纸，还有那个鞭炮燃放过后的那个硫磺的味道，这对我来说这就是年味儿。那你们觉得，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当然你的孩子确实是在海外长大的，那在海外长大的话，你会不会再刻意的给他过年，给他灌输一个我们这个传统节日的这个观念和价值？我会吗？我真会。那你非常执着于这件事情，以至于我的先生可能跟我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真的非常执着让他过各种传统节日。那你呢？没孩子。对，我知道你是没有，但你的观念是，就是说那肯定的呀，这是一个文化传承嘛。中国人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认同。对，我觉得不管我们人在哪儿，我们的这个对文化的认同一定要传承下去。对，我们都过这个共同的节日的时候，那其实我们都没有很多的区别了。那我们就是中国人，无论是过年还是说他们过圣诞。它都是一个仪式嘛？那你认为这种仪式感对于你来说重要吗？重要啊！
这个仪式感代表我对这件事情的上心程度，对吧？对，我觉得仪式感也是需要，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懒，这个就是当你知道。尤其对于懒人来讲，他仪式感这个事儿，他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你知道吧？对，所以我非常赞同你这一点。这一点就是过年这件事儿本身，它可能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也不是我们吃什么，也不是在哪里过，不是在中国过，也不是在加拿大过，而是我们愿意去为了这份亲情、这份纽带，停下我们手中要做的事情，来去为它来营造一种仪式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过年的一个意义。要不要唱歌啊？应该拿俩花是吧？千里万心自成一派，千年万家灯火时。刚才开的时候你们不在，太丢人了。